总而言之，孙尚安同志是咱们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先进典型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县委，隆重地表彰他扶贫帮穷的事迹。谢谢县长。最后，祝愿乡亲们在孙尚安同志的带领下，把专场办得红红火火的，创造出辉煌的成绩。好。谢谢县长支持啊！副堂子叔来了，副堂子叔上来讲两句。哎呀，你闭嘴！这轮不到你说话的。那你说，也轮不到我，这全是大干部、大领导。哎呀，周县长，咱你好着呢啊！田书记好，白主任。好，田支书来。哎呀，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。哎呀，这个周县长到底是读过书的人啊，说话有水平。我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人，咱我就少说几句。哎呀，乡亲们都知道，少安娃以前也是个泥腿把子，哦，咱们村就属他们家日子过得最难保了。可是现在呢，哎呀，少安娃成了我们村最红火的人了。这时事不停地变着呢，政策也不停地变着。现在咱们村有很多人都富起来了，但是作为党支部书记，我要说一句话：不管时事怎么变，我们都要跟着党走的。哎，哎，不要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富起来了，也不要得意忘形，要记着我们农民的本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是很佩服少安娃的呀。这个娃娃有魄力，他敢到银行去贷上10000元的钱，还聚拢了你们这几十号的人，办起了这个专场。哦，对，今天还请来了周县长呀！哎呀，这雷鸣击鼓的搞这个点火仪式呢。哎，我田福堂承认，少安娃是咱们双水村的人才，我为他鼓掌。哎呀，各位领导，时间到了，咱们可以点火了。少干。县长啊，好。哎，你吃了饭再走也不迟吧？你来参加我的点火仪式，我要谢谢你了啊！谢我什么？你还真以为我是为你来的？哎呀，我是村里的一把手，这是村里的事务，我当然要过问。你是我叔吧？是叫我把水挖的我叔。反正不管你咋说啊，你来了我就是要谢谢你。你说咱以前不要说以前，你是不是又要跟我说你和润叶啊？你现在扬眉吐气了，可是我女子却跟个残废过日子着呢。
你是不是想我一定会怨你呢？我跟你说，少娃娃，你和润叶没有成亲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过。哦，他日子过得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嫁你。虽然说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你还是个泥腿把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人他是个什么位置，他就是个什么位置。我女子她是有文化的人，她就应该嫁一个吃惯饭的丈夫，哪怕是缺胳膊少腿的。里边好像有小石。啊！啊，咋了？你不要跑啊！不要跑！咋了？哎呀，快回去看看，奶奶她病了。病了？啊，是急诊，肚子疼得厉害，起来到现在啥东西都没吃。哎，赶紧回去吧，你。加油我的啊！那得上医院呀！赶紧那个架子车拿着去石河街医院了。奶奶她不去医院，奶奶让我请那个什么神医刘医生来，现在正在家里请神嘞。请神？啊！奶奶，哎呀，爸，你不要再弄这个歪门邪道的嘛！赶紧带着奶奶去医院吧。奶奶，我带你去石河街医院啊，我陪你啊。神说了，分了家，我这病就会好的。哎呀，奶奶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嘛？哎呀，少安呐，哎，分家吧。瞧奶奶这光景儿，我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。爸，不要请神，这奶奶非要请，这是封建迷信。哎呀，赶快送奶奶上卫生院去。那就这样吧，秀莲，咱俩带着奶奶现在就去石河街医院开刀。哎呀，我不开刀。安安，我没病，我是哄你了。安安，就听你爸和秀莲的话，咱分家吧，啊！你们是真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都有白头发了。少安，咋了？奶奶又病了？我跟你说啊，秀莲，你要再给我唱这个戏，你就捶我。哎呀，真有白头发啦！可不是吧？让你气的。我来看看，我帮你弄，在哪呢？你是找虱子呀，还是找白头发？哎呀，在哪啊？少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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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了这是？船长出事了。咋回事？出什么问题了？少一边干什么？砖窑都烧坏了。砖出问题了？咋回事吧？出什么问题了？到底？啊？哎，少安，出什么问题了？烧出来的砖有问题，窑窑都烧坏了。大家千辛万苦烧制出来的成品砖，出窑就变成这没用处的废物，劳苦了1个月，全白费了。你懂不懂事？少主，你跟我说的头头是道，闹了半天你是某人啊！他就是个卖花盆的江湖骗子。
我是你爸！少干！你都害惨了！啥命的？出10万人命，他烧出的废砖要不了他的命，要的是我的命啊！打他有啥用？打他就能把废砖变成好砖啊！他把人都给害惨了！跑呀你！别别跑！啥？你凭什么让他跑？要管就管，你不问清楚就把他从河南请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给他工钱，你偏不信。好了，这也初4了，他除了挨你顿打，屁也没有。滚！可怜的吧，给我滚！若要滚了，你去有谁呀你？滚！哎呀，兄弟！我走！少安，老天爷，你让不让人活了？少根，现在你们过来了啊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咋能不过来嘛？少干了，这秀莲要回娘家，这天一饼啊就要倒车走了，你现在跑过去拦住他还来得及。他走他的，你说的这是甚话？他这是干的事儿啊！他这是众叛亲离。哎，爸，你这干什么？你这是？我就把这个烂妖给你刨了，就因为这个烂妖把我娃心勾走了，留着这妖，我娃就毁了。给他！哎呀，爸，你刨这个妖有什么用啊？我把这个制砖机卖了它。是啥？你要把制砖机给卖了？不然咋办啊？我已经跟人家订了收购砖的合同了，这2天就到日子。没有想到这个砖烧成这吧，不能让人家做难。你欠着人家婚礼的工资都没给，你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又没还，你还有啥办法？不是说了吗，爸？我把这个制砖机卖了它，拿这个钱到别的砖厂再买砖，给人兑现合同去。这不行，哎，我这些砖都给俺别人订下了，咋卖给你？哎，那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是高价买你的砖吗？高价啊？高多少？嘿，那这个咱就商量吧，是不是？这差不多就行。要不，哎，你看这样能行吗？我把以前跟我订合的那些砖窑，客户全介绍给你了，我干了。行，那这账给你。这不定下来了啊，不敢再变啊。好，我看你这块有拉砖的车，一会儿把这砖直接拉到卖我砖那个砖厂去啊。行，好。哎，宋老板，砖给你拉过来了啊。我都跟你说好了嘛，你砖厂出事了，砖可以宽限几天给我来解决困难，你咋还送来了？那你临时要去买砖，不得出高价吗？我不能让你做难，也不能让你损失。砖厂到底出啥事了？哎呀，你就不要管了，赶紧叫人收砖吧！啊，来，卸砖！秀莲真走了。李爷爷在世的时候跟我说，老宋家的祖坟里埋着了穷鬼，穷命改不了了。现在看，他说的对。
闹了个点火仪式，到了红火翻天，到头来还不是让人家支了吉林鼓看笑话？你知道我为啥没去参加？我总想，日子里有倒霉的时候，太红火顺气，就有大的灾难等着嘞。祖坟里的穷鬼跑不出来，人能生了命，有吃有穿，过得好着嘞。你想为村里人办好事，现在他们都成了债主，还是人家田福堂、金俊山谋划的好，人家就谋划自己的光景，谁管旁人？你又不是啥领导，轮到你帮扶人家？人家满人上人讨债，谁会看见你的死活？爸，咱分家吧。爸，他说要分家。冯家，那债不就少安一个人背？那么多的债，他一个人哪能背得起来呢？可是这家现在要不分，以后就分不了了。先分了，以后的债在暗地里偷偷替他还。我让你二爸已给山西发了电报。等秀莲回来就分。这人啊，能就是能，不能就是不能。上安是个能人，将来能把日子过红火起来。哎，上安。啊，师傅。老哥，哎呀，这段时间一直不见你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来找你问问。我知道你心里苦，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。这些时间发生这么多事，我就想到这地里来静一静，重新地地道道的再当一回农民。我也想不出啥话来劝你，实在缺钱，你就尽管来找我。哪怕把咱村人的钱给几个人算几个人。这次啊，你是最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帮你。谢谢觉悟啊！但是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去还债啊，我不能要。你何苦这么熬着呢？哎呀，你有这个话，我心里就很踏实了。有一天我上完实在是过不去了，我肯定找你。哎，咋没看见秀莲呢？跟我吵架，回娘家溜离了，想躲着我。哎呀，秀莲，是你当年不花钱娶来的，这么多年跟着你净受苦了，不能因为这个事你不管人家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去寻一寻他。啊，上来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回来了？咋了？不想我回来？不是，我还想着到你娘家溜溜去寻你了。爸给我拍电报了，说你要分家。
你们把手印盖上，这个家就算封了。封家以后啊，就按封家文件上说的，烧完给玉后养老，但是要把债务担在身上。不该当。你听我说嘛。你说嘛。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滚，赔个不是。不生气吧？秀莲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以为我和娘家告你状去了？我是去找我姐夫借钱去了。这里是1000块钱，你先紧着那些有困难的乡亲们把公司给人开了。我不生你气。你没有把我挣下。我忘不了这个烂包的家，他能扔下你。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。你刚才就是想等把家分了，再把这钱拿出来。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啊，就是要说一下勾钱的事。勾钱？哎，我这2天回了趟柳林，找我姐夫呢借了1000块钱。钱就在这儿呢，我按着本子上记下的名字，一会儿把工钱给大家发了。哎，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，注意啊！少安、秀莲，别人我不说啊，我和你二妈呀，什么重活也没有干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就是，少安，大家都知道你的难受啊，我们能熬得过去，我们不要这钱。就是，这钱我不要。少安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娃娃。那咱忍心逼着你要钱吧？就是嘛。对，我不要钱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们也不要。你要记好吧，大家都安静哈。少安，我以为你们叫我来就是帮忙的嘛，那你还给钱，那我们就真的就散了吧？对，散了。点火仪式正式开始。点啥火嘛？那不就在那他们那天，你们忘了？县长表彰我，说我扶贫帮穷，树立我做典型。那你说我现在1分钱都开不出来，不是成了双水村的笑话吗？这个工钱不同以往嘛，你们现在都等着拿这个钱去买化肥。你说这要命的钱，我要是开不出来，那我在双水村活18人。那你们不是信任我才到这个砖厂来干活的吗？少安，你现在不是有困难吗？我们的钱不要了。就像你到黄原打1个月的短工，那个化肥钱早就赚下来了。
今天你们不要这个工钱，就是打我孙少安的脸。我办这个专场是为了心意。我孙少安求求父老乡亲啊，求求大家让我心里面过得去啊！一定要把这个工钱收啊！你们要是不要这个工钱，我现在给你们跪下磕头！这是干事儿，这是干事儿。你说我呀，不但不能让自己的婆姨过上好光景，还要让你回老家为我借钱。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日子才能过去。你帮村里的人，那可不就是眼光长吗？那现在干大事，谁不需要人呐？你把工钱付下了，就是拉住了帮咱的人呐。你想，咱这个砖窑还得重开，还不是得需要他们帮忙？你钱一给，人心一定下来，那谁还要走啊？谁都不能走啊！哎呀，我要刮目相看你了啊！哎呀，工钱倒是还下了，可这还不够啊！哎，少安，你再想想，看有没有别处还可以借到点钱的。我是没有跟你说，你走的这几天，我在山里碰着军务了，他还说要借给我钱呢。你咋当时不应一下呢？哎呀，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嘛。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咱们现在都乱包成这样了，你先借下来嘛，那总比……哎呀，看你急的，看你急的，我过几天去那个金家湾问军务借不就是了吗？哼，赶紧关灯嘛，想什么还？哎，你说我问军务借多少？那管借多少，还不是得听人家的？你赶紧去呀！你在这儿合计个啥？爸，能来事了，能来事了。啥？奶奶！奶奶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奶奶，快看呀！安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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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嘛？啊？奶奶，你又活了？我什么时候死的嘛？都怪这个胡子我吹的回去。他说奶奶死了，给吓得我呀！哎呀，你还不知道消息吧？什么消息啊？不是我死了，是金家老太太死了。哦，自从这个金俊文出事，他就病倒了，一直熬到昨天晚上。哎，他这一走啊，扳指算算，我们这一茬人中啊，就剩下我了。哎呀，真是。就我见顺便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怎么会想到走这一步呢？听说买机械还工钱的事，我也听你说了一回。哎呀，剩下的钱，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着办法？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说这个事。
没有想到碰到老太太谢氏啊！哎呀，我说过的话还是算数的。哎呀，你不要说这个事了，我现在哪能要你的钱？我还是个人。这排场都这么大，肯定是花了不少钱吧？办这丧事啊，的的确确把钱花的差不多了。这事我想过了，要想防身，靠问别人借钱肯定是不行，头上自己的虱子还要自己捉。求您办个事。办什么事了？少安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，都快走上绝路了。你是村里的一把手，可不能看着不管呀。叔，我想让你呀给少安跑趟贷款。你是村支书，说话比他管用。少安娃，你现在也学会让婆姨拿着东西来办事。不管他啊！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你在治他了。秀莲，有稿放下，回。啥呢？叔，快过来啊！哎，少安，你来迟了。这省上的山区建设委员会发放了一批无息有偿贷款，可都被人贷光了。你现在只能通过农业银行贷机械设备款，月息是9.6%。那我就贷这个吧，反正我这个转让事一定要办下去啊，那就买机器。哎，但你得知道，这么大一笔款，乡信用社无权批准，你得上报县农行。在你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那可咋办呢？哎呀，我就哎，你不要胡说嘛！你看这个点火仪式上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啊，我说少安是我们双水村的人才，那是真心话。哎，现在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，作为长辈，也作为村里的支书，我心里头很难受。哎，点火仪式上你跟周县长都去了，说明你们支持他。对，咱现在弄烂帮了，你们都不管了。哎，不是不管，我们权力也有。你看是不是这？叫我兄弟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对，让你们家福局啊给他们打个招呼，我就不相信这个款贷不下来。哎呀，副堂叔、居山叔，你们不急啊，我给周县长挂个电话，看他能通融一下。这一级一级批下来，要批到18时候。我又要买机器，还要找师傅，还要联系这个供销链不断，那不成了。谢谢老同学啊，我自己再想办法，那不成。哎，少安。想想办法。哎，你们好。好，你们好。小霞，哎，是啊。小霞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你没在学校，通知你可能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咱们去省城的日子啊，定下来了，就在这个月底。怎么了？啊，这么快啊？对，就在这个月底，你就要成为咱们省城的记者了。老师，恭贺你！谢谢老师。就要去省城报道了，我来向你告别。你不在了，你还在你的世界里，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你的世界里再出现。孙二平啊，天耀霞他不在，他早上就出门去了。这天要下起雨来了，他也没有带把伞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知道他去哪儿。
给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正好路过，来这儿避雨，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走。你在这儿干啥？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有点舍不得。我想最后来看看这儿，这像我们学校。你这就要走了？他静静地坐在教室里，突然有一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。是的，是有一个女同学叫他出来一下。他出来了。那个女同学在走廊里对他说：“有句话，我一直想对你说。10年以后，我们见一次面吧。”那个男的问：“为什么要见面？”那个女的说：“因为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很喜欢你。”男的问那个女的：“那这些年，你一直怎么没问我呢？”女的说：“说了又有什么用？你那么喜欢妮娜。”那个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：“那我们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点见？10年以后，5月29号晚上8点钟，就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。”如果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？那有8颗圆柱。如果那个时候我的外貌变化很大的话，那你就拿着我那时候的照片去辨认我吧。好吧，不过那时候说不定我已经是知名人士了。反正我会开着我的小轿车去。那太好了，那到时候你就开着你的小轿车带我在全城兜风。就这样，后来他们就分开了。岁月流逝，战争发生了。战争一开始，他就辍了学，进了航校。再后来，他也牺牲了。而他当年所爱的那个男的，在军医院的病床上，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授予空军上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。这是那个苏联的故事。作者这样写道：生活要不断地向前。有时，当我蓦然想到我们的约会，就在约会期限快要到的那几天，我会突然的紧张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，就仿佛过去的这些年，我在一心一意地准备着我们这次的会面。后来，在他们约定那个天，那个男的终于如期来到大剧院前。他为卖花的姑娘买了一束铃兰，朝大剧院圆柱中央的通道走去。他在那里矗立了片刻，把那束铃兰送给了一个脚穿球鞋、身材清瘦的灰眼镜姑娘，便开车离去。刹那间，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停住，好让我能回顾自己，回顾我失去的时光，去缅怀那个穿着短小的连衣裙，还要瘦窄着开衫的小女孩，去追回
我年少时心灵中的愚钝和无知，和那些我曾经轻易错过的，我一生当中可能会获得的幸福和欢乐。热尼亚卢缅采娃，作者是由李纳吉宾。这篇文章刊登在你给我的那期苏联文艺上。少平，我们就要分别了，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再一次分别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像故事里的人一样，我们在这做一个约定。2年以后的今天，就在这一刻，就在这棵杜梨树下，咱们俩，不管当时我们在哪儿，不管我们各自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俩都赶回来，赶到这再见一面，好吗？一定。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。让心